为他连续的重拳没来到20多次的重拳，手拿着已经没有机会了。这个荷兰不败天王向中国拳坛发起挑战，此消息一出，震惊了中国拳迷。有人说他的出现让中国拳坛倒退了10年不止，因为他在中国长达5年时间里没有败绩，让中国年轻一代选手通通打了个遍，横扫一空。他就是阿尔伯特·克劳斯，一个在搏击擂台被称为杀戮机器的男人。巅峰时期的克劳斯横扫了同级别全世界的所有高手，就连拳王波球也只能当他的垫脚石。但正所谓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罚，在巅峰待久了的克劳斯开始瞧不起任何人。见克劳斯如此的目中无人，中国小将李壮壮不顾家庭和团队的劝阻，誓要为中国搏击争回一口气，向克劳斯发起挑战。好，我们注意看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红方选手白色拳套李壮壮这个小伙呢，他的这个人如其名啊，确实是比较壮。实际上，壮壮的家人和他的教练团队啊是不希望他来挑战克劳斯的啊，因为这个风险啊，观众朋友们太高了。打对方有可能会断送职业生涯，而且一不小心啊，还有可能会丢掉小命啊，所以说风险太高。李壮壮现在应该，不仅仅是李壮壮，应该全世界，几乎所有搞战力格的都对克劳斯比较了解了。对，这个漂亮。李壮壮要对头部的防护要好一点啊。克劳斯这个拳法刁钻可是出了名的。对。是全面。在克劳斯的面前，李壮壮显得的确是过于的稚嫩啊，但是呢，敢上台打，我觉得啊，李壮壮已经赢一半了。比赛开始，我们看克劳斯呢是步步紧逼，他的步子咬得很紧，但李壮壮呢是边推边打，并没有一味的啊这个单纯的逃跑。之前有很多中国的小将输给克劳斯啊，就是因为这一点，他追他就跑，然后呢就忘记反击了，因此被克劳斯追着打，就像我们视频当中啊开始那一幕。但是我们再看李壮壮，他还真有点引蛇入洞啊，这个吊着克劳斯进来的感觉漂亮，就打反击。你喜欢进攻，那我就打反击。像上一场郑昭玉也是这种打法。对，而且郑昭玉之前也是跟克劳斯打了几次啊。对，是输给了克劳斯，后来郑昭玉还去和克劳斯一起训练。对。比赛就是比赛，一定要吸取别人很优秀的地方。是。哦，漂亮，高手，哎呀，失去重心。好，第一局比赛结束。好，第一回合看双方的表现呢，观众朋友们啊，的确是偏慢啊，两个人也是不着急也不着忙。毕竟来讲，第一回合啊刚接手，也就是一个热身阶段，所以说呢，接下来第二回合，我觉得呀，双方肯定会开足马力正面对打，而且大概率的话，可能是李壮壮这一边，我觉得可能会打得更凶一点。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第二回合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场世纪大战。好，第二局。克劳斯今天这个右低扫的输出还是比较多，对，这效果还不错啊。当时对。顶膝。低扫，哎，漂亮前手的摆拳。虽然说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个回合，但是两个人的节奏啊依旧是不慌不忙，打得很稳。我觉得对于李壮壮来讲，稳一点是有好处的啊，因为克劳斯此时已经38周岁啊，也就是39岁，而李壮壮20岁出头，所以说呢，我们稍微慢一点啊，把对方的体能耗没，第三个回合再发力也不着急。
今天李壮壮的确在战术上腿法的运用比较多啊，刻意的把控距离。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克劳斯这名选手他的技术特点就是喜欢在内围上对你进行狂轰乱炸，让你根本防不住啊，将你的防守当场打穿。好漂亮，好，再从身上跨过去，这样一来，很好的挫了一下克劳斯的锐气。不断的这种创伤会影响到李壮壮起自己前腿的扫踢。是。李壮壮有一次和孔令峰打比赛的时候，其实就是中扫换孔令峰的低扫。对，当时孔令峰是反架，孔令峰的后腿低扫呢，就是踢到李壮壮前腿内侧。对，所以当时对李壮壮是有一定打击的，对，影响非常大。对。转身连拳，这是顺势的。李壮壮其实刚刚做前腿低扫，克劳斯也有低扫、中扫、高扫都有。对，连续的中扫就这种连续中扫期哎，来了，哎，对，就是这个，可以完全阻挡到克劳斯压迫进来。对，李壮壮其实心态应该还是很放松的啊。是。现在的克劳斯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李壮壮今天的战术我觉得非常的不错。我们就是避其锋芒，然后呢和对方打起这种迂回战术，让对方越来越着急。尤其在第二回合最后的半分钟克劳斯真是着急了，因为他也知道第3个回合自己肯定是拼不过李壮壮。好，那接下来第3个回合就是好戏了，观众朋友们，就看李壮壮他在前2个回合的铺垫在第3个回合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发挥。而且在拳球之内形成一个固定的一个体系。对，而且稍后出场的美丽死神，早期的时候偏俄式，在后期的时候也变的是荷兰式这种欧式带。第3局上来2个人全对攻，好漂亮，好漂亮，哎，不错，压准，不错，好，漂亮，打准，好。其实克劳斯有反应对，刚刚这一下打得很实。又是一个，对，这个叫一个半摔吧。克劳斯是有个换架了，现在。克劳斯是有个换架是的，是的，现在是右手右脚在前了。克劳斯的左腿可能也是因为李壮的几个持续的低扫哎呦，哎，很漂亮，小心他虽然用的少，但是他这个技术他会的，对，他并不是没有这个技术储备。哇，观众朋友们，这个克劳斯他的体能实在是太恐怖了。我以为他前2个回合打得那么凶，第3个回合肯定没劲儿了，但是没有想到第3个回合他依旧是在主动进攻。但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别看克劳斯打得这么凶，但李壮壮的分数我敢保证绝对是不弱于克劳斯的。我们只不过是在战术水平上，我们属于这个边对边打以防守反击为主。但有时候打技术这一块，我觉得我更看好李壮壮多一些。现在几次是前手同时的互换，这个就是能力问题了。你看克劳斯第3局换架一直保持到现在。对，哎呦，顶膝漂亮。但是克劳斯防守不错对，顶膝只是在手臂上，而且前手换后手这个发力打击都还不错。对，李壮壮持续顶膝。最后阶段克劳斯把这个架势又换回来了。后手拳不错，压得准，这个机会掌握的也好。对，顶膝，哎呦，克劳斯的防守还是好，对，看得很准。的防守最后几秒钟，顶膝。这一轮李壮壮的表现不错好，这场世纪大战终于结束，这位年轻小将李壮壮和克劳斯硬战血拼了3个回合。好，最终的比赛结果，我个人感觉，我个人还是偏向李壮壮多一点因为有效的反击打得相当的不错。好，最终结果30比29 30-29 and your winner by 比赛结果洪方胜 the red corner， 掌声漂亮，漂亮，哇，今天击倒了，
防守，又一次被击倒。中国坦克邱建良又一次刷新纪录，横跨3个级别挑战西班牙巨人伊萨查迪。强大的实力再加上无敌的全伤，有请本场比赛红方2014年 WRF 65公斤级洲际金腰带，14年、15年泰国 S1 世界级金腰带，16年 WRF 67公斤级世界功夫王者，2017年 GOH 羽量级初代世界级金腰带，目前世界排名第1，有请邱建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坦克邱建良横跨3个级别挑战西班牙巨人伊萨查迪的精彩对局。没错，这场比赛邱建良啊又来挑战自己的极限，又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了。而且这一次还直接横跨3个级别挑战西班牙巨人。邱建良这真是既有实力又有胆量。但其实邱建良原定的对手呢，还真不是伊萨查迪，是一个来自于罗马尼亚的塞德里克啊。但是对方啊，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没有办法来我们中国参赛。邱建良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挑战自我，横跨3个级别挑战眼前的选手西班牙的伊萨查迪。好，对方的身高和臂展都相当的惊人，身高1.85米，臂展1.86米，这战绩27胜当中有25次 KO 对手。他的终结能力啊，相当恐怖。一上来就是低扫对手的重心。邱建良这个反应能力啊，和他的这个进攻实力是不用质疑的。对，邱建良我们非常熟悉，在场上呢是全伤，非常高的一位选手。对，尤其是他在场上灵活的步伐，还有线路的转变，让很多的对手啊，真是非常的头疼。再加上现在他总是喜欢去挑战自己原本不在的这个级别啊。是，有一句话叫山高人为峰，可能现在站在世界第1的状态上来说，邱建良最大对手是谁呢？就是自己了。对，我们看这个伊萨查迪呢，无论是在身高上还是在臂展上啊，这的确肉眼可见啊，高了邱建良太多了。对方的进攻范围相当的远，尤其是我们看对方的2条大长腿，哇，非常的长。但是话说回来呢，邱建良的腿法好像真没服过谁啊！27胜当互相抡拳，25次 KO。对，刚才实际上查迪是想要去摔邱建良，对，但是要摔邱建良可不容易啊，那可是。现场的观众又响起了热情的为邱建良加油的声音。漂亮。因为其实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伊萨查迪 KO 率不是很高，是极高。对，27胜当中25次都是 KO。然后看伊萨查迪每一拳，为什么他总是倒在地上？因为他每一拳都是把自己身体中心抡出去的这种拳。的确，这个伊萨查迪啊，他的确身高够高，力量也够足，但是有一点他重心是相当不稳了，这是个子高的选手共有的一个缺点。好，现在对方是有点晕啊，后手打中了，转身后摆，连续的大力摆拳。伊萨查迪有点招架不太住哦，飞膝，这一连串的凶猛进攻，哇，这一下直接扔出擂台。对，这个。因为这个伊萨查迪啊，看到对手进攻很猛，所以主动选择去缠抱。对，邱建良直接把他一个带摔出去。双方可以说一个先犯规在先，然后另外一个以犯规来报复。这个属于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样一个状态。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虽然说邱建良今天啊是横跨3个级别挑战的对手，但是从局面上来看，我是丝毫感觉不到对方有任何优势，只是看起来在身形上是有优势，但真打起来的时候啊，差了3个级别，邱建良打对方啊，依然像打玩具一样。好，第2回合开始了。对于邱建良来说，其实这场比赛的备战呢，后手漂亮，转身后漂亮。哇，邱建良的这个转身的回旋踢啊，是非常的炫酷。对。这个比赛其实看起来是非常赏心悦目的。一个呢，我们看到了伊萨，他是一个进攻火力非常足的。对，我们可以用。这边刚才袭击。邱建良这边主动选择缠斗啊，应该是，被对手打得有些晕了。对，果然这场比赛横跨3个级别呀，还是不能够太过于轻敌。刚刚邱建良吃到了对方一个非常凶残的飞膝，现在的话是用自己灵活的步伐来拖延一下时间。
从而来缓解一下自己的眩晕呢。能感觉到啊，状态是有点晕的。什么时候邱建良开始主动反击啊，说明他已经是缓冲完毕。裁判提醒不要缠抱，邱建良也要打得更警醒一些。对手刚才顶膝啊，威胁很大。哦，漂亮！直接踢到了对手的支撑脚。但是对于邱建良来说，现在呢，在场上我们看到应对的方式还是非常的科学的。转身后漂亮！伊萨还说不是被踢倒的啊，是脚下滑倒的，在纸地上。好，对于邱建良刚刚这一下神龙摆尾的读秒，伊萨查迪表示说呢，有点不服。他的意思是说呀，地板上有水，他一不小心自己滑倒的啊。好，你看他身体很诚实，像一块磁铁一样啊，啪的一下就吸住了邱建良。这说明伊萨查迪现在他有点发晕。身位的变化，好的，漂后摆。转身，两个人打得太漂亮了。邱建良今天是遇到了一个火力很猛的选手，所以他也把自己的火力完全发挥出来。哇！我们夸赞过对方的双腿够长，但是长归长啊，观众朋友们，这也不经踢啊，越长越不经踢。好，我们看伊萨查迪还是通过搂抱来缓解邱建良的一个进攻节奏，裁判对他进行了警告。第二回合还有最后的10秒钟啊，还是现场观看上都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裁判再次提醒伊萨不要缠抱。两人换正灯。对，说实话，这个残暴他已经是吃了好几次亏了。对，被邱建良带摔出过擂台一次。好，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比赛结束。邱建良今天的表现，观众朋友们，我只能用无敌2个字来形容了。要知道，今天双方可差了3个级别，邱建良依旧是能够横推碾压对手。没办法了，因为在同级别啊，羽量级别，邱建良已经是没有对手可打了，也没人敢和他打。但这场比赛就不一样了，伊萨查迪听说呀，邱建良是世界排名第1啊，心想这捡漏的机会不来了吗？我大你3个级别，无论怎么打，都可能打赢啊。但现在事与愿违啊，他接邱建良的比赛啊，是他这辈子做过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哇哦，邱建良直接扫中断对手连续的左右摆拳，防守报价非常的稳健。高扫，高扫，刚才是连续中扫之后啊，来欺骗一下对手，直接换了高扫。但是伊萨的防守也是很严谨。是，我们看邱建良呢，在场上的在进攻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种动作，包括眼神去迷惑对方。伊萨呢抱怨几句，但是你去缠抱对手，对手来打你，那有什么办法呢？是。裁判又提醒第2次，对，不要缠抱。后手，高扫，将擦过，漂亮！别人都是左右摆拳，到了邱建良这儿，观众朋友们变成了左右摆腿，左右开弓。好，把伊萨堵在角落，疯狂的打击对方的身体。好，飞膝。打开防守，伊萨有些晕了。哇，伊萨还没有从这个神圈出来，所以说你也不用觉得伊萨狼狈，因为他面对的是谁呢？是世界第1邱建良。对，尽管邱建良不在自己熟悉的这个体重级别，但是依旧打得非常的有霸气。刚才上勾打中，伊萨眼神一度有所涣散。是。右扫支撑腿，在倒地之前被对手又挨了一拳。是，你看这扫了之后啊，有点已经站不起来了。对。直接击倒了，直接击倒了，是一个前手的平勾。我们看脚下已经发软了。不得不讲，观众朋友们，这个伊萨呢还是相当的顽强，他知道自己啊100%会输，但是他不想输得太难看啊，宁可呢点数判定输，也不想被 KO。开进去连续的前伊萨要反击，否则裁判会叫停比赛的。现场的观众朋友已经沸腾了。防守，伊萨这个顽强的支撑能力啊！再来踢支撑腿，后手，又一次被击倒。裁判觉得这是被推倒的，所以没有读秒。是，但是伊萨你看起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前腿啊，被连续的这个击打之后，显得非常的难以支撑。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终于结束，邱建良横跨3个级别和西班牙的巨人啊，这个对轰了3个回合，双方打的都很精彩。原本伊萨查迪想捡个漏啊，想踩着邱建良上位，但是没有想到，反倒是成为了邱建良的垫脚石。好，最终结果没有悬念，让我们恭喜邱建良获得比赛的胜利。对这场比赛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比赛结果，红方胜。邱建良获胜。中国选手一出场，全场的老外都惊呆了，各大知名频道、各大媒体都抢着来转播这一场比赛，因为这是第一次有身高2.2米的中国巨人来挑战美国拳坛。曾经在美国篮球界有一个东方巨人姚明打出了名气，如今又来了一位神秘的中国巨人向美国拳坛发起冲击。我们看视频当中这个身材魁梧的巨人，他就是董建军，身高2.23米，臂展2.19米，绰号泰山。听说董建军的到来，美国的各界名流大咖、世界级拳王都前来观赛，都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位神秘的东方巨人到底有怎样的本领。我们再看视频当中现在的老外，就是董建军本场比赛的对手艾利克斯，身高1.93米，臂展1.95米。这个艾利克斯可谓是信心满满，所以说本场比赛他是主动申请来做董建军的对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神秘的东方巨人董建军到底有怎样的本领。好，费特比赛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啊，在身形上的差距，这可不是一丁半点儿啊！董建军高了对方啊将近30公分。其实董建军最开始呢，他还真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啊，但是后来他发现啊，自己对传统武术啊，对这种搏击啊更感兴趣，所以他便自学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啊，包括散打，包括像韩国的跆拳道，他也学过。美国选手艾利克斯，他嘴巴非常的硬，但身体啊，我们看非常诚实。比赛刚一开始呢，他把这个距离啊把控得很远啊，打得很猥琐，很谨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一个身高2.2米的东方巨人啊，站在任何一个人的面前，我相信，都会被这种气场所吓倒。好漂亮，打晃了，简简单单的一个前手，对方刚刚这个眼神啊，已经有点迷离了。董建军他是居高临下，打得很舒服。好，倒了。但这一下应该是董建军啊把对方给压倒啊，并不是击倒，没有给到读秒。哎，干什么？观众朋友们，他把比赛要打成这个综合格斗吗？他想摔董建军，有点意思。其实我们别看董建军啊长得这么高，但实际上仔细观察他的步伐呀非常灵活。当然了，这要归功于他曾经的篮球训练，因为篮球运动员的脚步和步伐都是非常的花哨啊，跑得也都很快。哦呦，前手倒了，很清晰，这绝对是一个读秒。好，现场裁判也完全没有包庇对方。哇，只是一个前手，观众朋友们，轻轻的那么一点啊，那么一动，对方就倒了。我甚至感觉刚刚董建军啊，可能发力还不到30%啊，还不到30%的力，可见董建军的力气有多么的恐怖。我真的无法想象，如果董建军一会儿啊全力打出一拳，会是怎样的感觉。你看，很轻的啊，轻轻的一拳。而且刚刚这一拳也很快啊，的确是不好防。好，观众朋友们，第2回合已经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艾利克斯，美国选手会不会改变战术？
能感觉到他是想往里冲，想打内围。我们这个谭笑坚啊，他又倒了。你看，把这家伙累的满身都是汗水。漂亮，前手又打慌了，又倒了，又倒了。哦，但这一下裁判没有给到读秒，也算是照顾对方一下。现在美国的埃里克斯啊，他已经是完全失控了啊！他知道自己呢可能在技术上打技术啊绝对打不过了，所以说便背水一战，玩了命的啊，大力摆拳，哎呦倒了！这一下裁判你还怎么包庇？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了，观众朋友们，这位神秘的东方巨人，他今天让我们见识到了他的风采。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精彩回放，看一下董建军这一拳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前手啊！这场比赛董建军的后手拳啊，还几乎没打。要身材有身材，要技术有技术，观众朋友们，这简直就是无敌了！有一个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黄种人的骄傲。好，恭喜董建军！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